许红豆是一个漂亮又努力的年轻女孩，她在北京的一家大酒店做经理，工作非常忙。她从早忙到晚，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。有一天，她最好的朋友陈南星病得很重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她非常难过。没过多久，南星就去世了。南星留下了几条语音留言，他希望红豆去看看这个世界，吃些好吃的，开开心心的生活。听完留言，红豆哭得很伤心，他决定辞职。他骗家人说自己只是去旅游，于是他拉着行李箱离开城市，来到了一个叫大理的乡下。红豆到了大理，在找客栈的路上，一个小男孩不小心撞到了他，他的手机掉在地上摔坏了。那个男孩是谢之遥的弟弟。红豆找到了谢之遥的家，他知道后马上骂了弟弟，向他道歉，并说要赔钱。红豆说他要先去修手机。后来他四处走走看看，却在马场附近不小心踩到了马粪，正好谢之遥看到了，他笑了笑，走过来帮他。他让他骑上一匹白马，牵着马送他回去。在路上，他带他去买了一双10块钱的拖鞋。到了晚上，他借给他一些现金，还请他留在家里一起吃饭。红豆搬进了有风客栈。第二天，他想找咖啡馆，谢之遥陪他一起去，给他带路。他故意绕了远路。他们停在洱海边看风景。他给他讲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。他静静地听着，心里觉得特别平静。到了咖啡馆，红豆被请吃了一块蘑菇饼。与此同时，在外面，小春正给谢之遥介绍另一个女孩相亲，但是他根本没心思聊天，他的眼睛时不时地看向正在吃饼的红豆。等他吃完离开时，心里觉得有点失落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红豆在大理过着很慢的生活。他的手机需要3天才能修好。他的妈妈给谢之遥打电话找他，妈妈想让他帮忙给打算去北京玩的大姨一家订个酒店。红豆没有说自己已经辞职了，所以他想了别的办法来帮忙。还手机给谢之遥后，两人在马爷，也就是客栈的一个老住客的茶室里坐着聊了一会儿。谢之遥正在想办法给不想上学的弟弟转学。之后两人道别回去了。晚上，红豆透过窗户偶然看到谢之遥在给奶奶洗头，这个画面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奶奶。他打电话让父母去给奶奶扫墓。第二天早上，阿贵婶叫上红豆和大马去宝平婶家做鲜花饼和乳饼。晚上，他拿了一些饼送给谢之遥一家。刚到那里，他就听到他和弟弟在屋里吵架。弟弟因为在学校丢了脸，不肯去上学。弟弟跑出来，正好撞见红豆，他摔到地上，紧紧抱住他的腿，不让他走，怕自己的秘密被发现。他只好留在谢之遥家吃饭。他答应保守秘密，并劝他不要逼弟弟。没想到后来村里人都知道了这件事，谢之遥的弟弟觉得很丢人，就偷偷离家出走了。红豆说绝对不是他告诉别人的。男孩跑去一家饭馆当服务员。
谢之遥知道后，并没有找他，他以为等弟弟没钱了，就会自己回来。有一天，咖啡馆客人很多，红豆主动帮忙端菜。他干活很利马，和客人交流也很好。谢之遥站在旁边看着他工作，他发现这个女孩非常能干。第二天早上，红豆去跑步，他遇见了急急匆匆去上班的谢之遥，两人微笑着互相打了个招呼。晚上，红豆坐着吃烧烤，老板告诉他，谢之遥曾经在城里上过大学，但决定回乡创业。这时，谢之遥也来到店里，坐在了他的旁边。他聊起了生意，红豆直接说他现在做的事在亏钱。他雇了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干活，他们经常做错，他又不忍心骂他们。他知道红豆是个棒的经理，所以想请他来帮自己做管理。但是红豆拒绝了，他说自己来这里只是为了休息。后来谢之遥想了个办法，他让奶奶讲讲自己创业的故事，想让红豆心动。第二天，奶奶给红豆讲了谢之遥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有多辛苦，大家都叫他傻子。红豆听完后，确实有点被打动了。红豆在街上帮奶奶卖东西，他给谢之遥的弟弟打了个电话，一个同事接了电话，并告诉了他饭馆的阿址。红豆赶紧带着奶奶去找那个男孩。到了那里，弟弟张开手想抱抱奶奶，但是奶奶非常生气，走过去打了他。就在这时，谢之遥跑过来抱住奶奶，劝她停手。等大家都平静下来，坐在桌爬的时候，谢之遥才说出了真相。其实他早就知道弟弟在这里打工，他每天都拜托同事帮忙看着弟弟。红豆这才明白，谢之遥一直在默默地保护着弟弟。奶奶也不生气了，三个人开开心心地吃了火锅，还拍了一张合影。在回村的路上，红豆给家里打了个视频电话，他开心地把谢之遥介绍给父母。他的父母很喜欢他那灿烂的笑容。那天晚上，红豆想起了自己的好朋友，他哭着说：“我很难过，因为你没法看到这里的美景。”第二天，咖啡馆里的一位客人忘了付钱，红豆拿着账单飞快地跑出去把钱要了回来。谢之遥非常感谢他，对他也很照顾。他请他去吃烧烤。在聚会上，大家都在说他做过的好事。他很好奇，就问起他弟弟的秘密。他笑了笑，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。两个人的距离很近，感觉非常亲密。在咖啡馆里，那些干活的老人经常吵架。他看着红豆那么能干，心里暗暗想，我一定要说服他来帮我做事。谢之遥一大早就叫醒红豆，带他去买菜吃米线。看着他高兴的样子，他以为他想表白，赶紧咀嚼了。但他却说，我想请你帮我管理员工。他答应满足他的所有要求，于是红豆答应帮忙。第二天，他提出了3个规定，并且表示不想做他的员工。他开心地答应了。他把咖啡馆管理得很好。店里干活的一位老奶奶开玩笑说，你和谢之遥在谈恋爱吧。之后，
他带他去看一匹刚出生的小马，他特别开心，用小鸡录下了这个美好的回忆。看着新生的小马，红豆非常感动，流下了眼泪。他给谢之遥讲了自己小时候的回忆，他想起了和奶奶、姐姐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他站在旁边，认真地听他说话。几天后，红豆写好了员工手册，他把工作规定和奖金制度写得清清楚楚。谢之遥对他的管理能力印象非常深刻，在激动之下，他看着他说：“我真的很喜欢你。”红豆知道他只是在开玩笑，但是他眼神里的感情却是真的。一个朋友劝谢之遥不要爱上红豆，因为2个月后他就要回城里去了。可是他的心已经真的动摇了。谢之遥想在村里开一家书店，他请红豆帮忙接待客人。村里人都以为他们在谈恋爱，大家看到他总是开开心心地带他去吃饭。可是红豆笑着说并不是。谢之遥给他解释了风的意义，他说风带来了幸福的力量和新的开始。他认真地听着，很明白他的意思。他给他提议了新的旅游宣传方法，谢之遥马上高兴地答应照做。下午，红豆坐着和奶奶交谈，他赶紧拿出一个玩具陪奶奶一起玩。谢之遥看到了，也马上坐下来加入。3个人笑得特别开心，赶走了心里的所有烦恼。红豆说，每个人都有重要的东西，我们要学会和他们一起生活。谢之遥听完，误以为她刚和男朋友分手。她很认真地分析这件事儿，惹得她笑了起来。她没有解释，就让她自己乱敲。晚上，她请她去家里吃鸡肉。她看到很多邻居来找谢之遥，村里的女人到处传说他们快结婚了。小春送给她一座观音像，纵来求子。红豆开心地收下了礼物，完全没有解释他们的关系。她笑着说，这份礼物能带来好运。他们2个都知道这只是谣言，他们没有多解释，只是相视一笑。晚上，红豆去酒吧听音乐，有一首歌让她想起了去世的好朋友，她非常伤心，喝得大醉。谢之遥来接大家，红豆大声哭着倒在他的怀里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温柔地递给他一个小熊玩具来安慰他。第2天早上，他酒醒了，觉得特别不好意思，但他非常贴心，他像往常的一样来陪他吃早饭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他请他帮忙去劝一个脾气暴躁的员工，他很高兴地答应了，并且非常巧妙地帮他解决了麻烦。谢之遥亲手给他泡的一杯咖啡表示感谢，他开心地和他开玩笑，故意叫他老板娘。红豆夸赞了他的厨艺，他笑着说，你做的菜总是能吃出新的味道，永远吃不腻。到了晚上，他看到他在准备东西，打算明天去扫墓。他难过地说，我很难过，没能让他过上好日子。他很懂这种心痛的感觉，他温柔地安慰说，时间会让悲伤变淡的。你和奶奶的感情那么深，你是一个从来不缺爱的人。第2天，谢之遥坐在妈妈的墓前，默默地流眼泪。他总是把伤心事藏在心里，
但是红豆已经慢慢地懂得了他那无比温暖的心。谢之遥路过，看着他在打扫卫生，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喜欢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到一个小男孩哭得很大声，因为他的父母要去城里打工了。他走过去，轻轻地把小男孩抱在怀里安慰。他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梦想，他知道他想在老家创造工作机会，这样一家人就不用分开了。谢之遥的爸爸请他劝他回大城市去，但是红豆微笑着拒绝了。他说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，他是真的热爱孩乡，他现在做的事情都非常棒。他正好站在附近，听到这些话，非常感动。他觉得红豆就是那个最懂自己心的人。他们两个坐在一起泡咖啡，聊得特别开心。晚上，红豆、谢之遥和奶奶开开心心地一起下棋，感觉特别温暖。突然下起了大雨，有一匹小马不见了，他们俩赶紧去找，最后决定在马厩里过夜。他们一边烤土豆，一边聊天。他说，生活总是在变的，我们要学会接受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他想起了去世的好朋友，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他误以为他是在想前男友，他心里有点吃醋，但还是坐在旁边，温柔地安慰他。雨后的清晨，红豆去看日出，他静静地走在他身边。他拿着手机拍他，开玩笑说，我给你找个女朋友吧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大家还在催他们结婚。他笑着解释说，我们只是朋友。拍宣传视频的时候，导演让他们假装情侣，牵着手在海滩上散步。红豆很自然地伸出了手，他却非常紧张，心跳得很快。最后，他轻轻挽住他的手，让他紧张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晚上，红豆吃到了毒蘑菇，被送进了医院。谢之遥非常着急，在医院陪了他一整夜，照顾他。第二天早上，他睁开眼睛，看到了他的疲惫的背影，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快，真的被他的体贴打动了。他送他回客栈，他不小心看到了一面照片墙，写着我们的约定。他很好奇，凑过去想看清楚。红豆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赶紧把他推到了门外。红豆亲手做的饭很难吃，但是奶奶还是一直夸他。他买的葡萄也特别酸。谢之遥想了个主意，请他去摘李子，其实是为了帮助一个困难的邻居。知道真相后，他更加被他的善良感动了。干活的时候，他说，等熬过最难的日子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辛苦了一天后，他认真地拍了些照片，留作他们俩的美好回忆。谢之遥因为朋友的事心情不好，喝醉了。红豆亲手给他热了牛奶。他说心里话，很怕自己死了会给家里留下负担。
这是第一次他带她进房间看那面照片墙。他一边哭一边讲起了去世的好朋友。他很想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，但还是害羞地停住了手。那天晚上，他非常自责。几天后，大家一起去露营，看着他们俩一起去捡柴火，大家都觉得他们就像一对情侣。红豆和谢之遥坐在小溪边一起看星星。他说：“我们遇到的人都是缘分。”他轻轻地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，感觉特别平静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故意躲着他。他难过地说：“我马上就要回北京了，如果我们走得太近，分开的时候会很伤心的。”谢之遥心里很着急，也开始躲着他。最后，他主动发信息请他吃早饭。看到信息，红豆笑得非常灿烂。红豆的姐姐和小外甥女从城里来玩了，谢之遥开开心心地带大家去地里摘薄荷。红豆说心里话，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任性爱玩的人。他深情地看着她，诚挚地说道：“在我眼里，你是一个完美的女孩。”听到这句甜言蜜语，他觉得特别不好意思。晚上走路回家的路上，他不小心绊到了一块石头，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它。这么近的距离，让气氛突然变得浪漫又让人心动。姐姐劝红豆回大城市去工作，她向谢之遥抱怨，他温柔地听着，并劝导她。姐姐提醒她说：“你别跟他走得太近，不然分开的时候会很痛心的。”红豆再过几天就要离开村子了。晚上，奶奶不小心看到了谢之遥电脑视频上的红豆照片，秘密被发现了，她觉得特别慌张又不好意思。她特意换上新衣服，认真地去接他吃米线。那个时刻，感觉特别平静又幸福。吃饭的时候，红豆偶然遇到了以前和谢之遥相过亲的人。他故意说他对找对象的要求特别高，他听了很生气，直接回去了，以为他想把自己推给别人。到了晚上，红豆发烧了，只好去了医院。他非常着急，急急忙忙跑去医院照顾他。红豆还是劝他去和那个女孩谈恋爱。看出他在吃醋，他忍不住笑着逗他，让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。过了几天，谢之遥的脖子受了伤，他把他叫进房间帮他擦药。看到他已经打包好的行李箱，他心里觉得特别难过。他擦药的时候，两个人靠得非常近，让他的心跳得很快。他有些慌张，赶紧找借口回家了。他躲在墙角，透过窗户看着他，偷偷地开心地笑了。在红豆留在村里的最后一天，谢之遥急忙跑去找他，他们俩一起在海边散步。他鼓起勇气送给他一条自己亲手做的项链。他看着他，真诚地表白说：“我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你了，我很后悔没有早点在北京认识你。”他心里明白，爱情就是要让彼此幸福，而不是强求。他说：“
我是真心希望你一直幸福，去过你想要的生活。”听到这些话，红豆觉得很意外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轻轻地抱住了他，对他说了一声谢谢。第二天早上，谢之遥亲自开车送他去机场。在他上飞机离开之前，他们俩最后拥抱了一次。回到城里后，因为没有收到他的信息，红豆觉得有点难过。在老家，谢之遥也非常想念他，他只能默默地看着电脑里他的照片。自从红豆离开后，谢之遥变得特别伤心，他就像丢了魂一样，心里总是在想他。回到家后，红豆也很想他，但他不好意思，不敢先发信息。他在网上发了照片，盼着他能留言，但因为他没有回复，他觉得很失望。几天后，他意外地收到了一盒他寄来的甜桃子。收到礼物，他非常高兴，马上拍了照片发给他。那天晚上，红豆主动给他打了电话。听到他熟悉的声音，他的心里觉得特别踏实。两个人开开心心地聊了很久。虽然他工作上遇到了很多心烦的事，但他的这个电话给了他无比温暖的安慰。朋友劝红豆把客栈买下来，自己当老板。晚上，他给谢之遥打了电话，听到外面的风声，他赶紧把手机放到窗户边。他想让他感受到大理那阵熟悉的风。虽然隔得很远，但他们俩依然觉得彼此非常亲近。有一天，谢之遥路过客栈，特别想念他。他往他房间的窗户上扔了一块小石头，但是开窗的人却是小春，这让他觉得特别丢脸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红豆远远地帮他介绍游客，还帮他处理工作。他们俩经常通电话，感情一天比一天深。连他的父母也看出女儿的眼里的开心。在北京，家里人出了意外，这让红豆非常害怕。在电话里，谢之遥感受到了他的不安，他马上说：“我飞到北京去看你吧。”还没等他惊讶地回答，他有些慌乱，故意开了的玩笑来掩饰自己的担心。几天后，他打电话告诉他，村里的项目成功了。他温柔地问：“你可以考虑一下回大理吗？”红豆没有拒绝，这给了他极大的希望。他特别高兴，心里觉得自己马上就能娶到老婆了。在家里，红豆正式跟家人说：“我要回云苗村买下客栈，自己当老板。”父母和姐姐都微笑着支持他的决定。红豆决定回到云苗村，他让一个小男孩跑去告诉谢之遥，说有人想买客栈。他赶紧跑过去，看到红豆的那一刻，他感到惊喜和很高兴。当他知道他真的要买下客栈，永远留下来的时候，他激动地掩饰不住自己的情绪。他伸出手，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。晚上，他还亲手做了一顿大餐来欢迎他。大家都开心地逗他们，催他们快点准备婚礼。这一次，红豆没有否认，他只是看着他，幸福地笑了。到了晚上，他发现父母偷偷在包里放了一大笔钱，支持他创业。他非常感动。谢之遥发现他在哭，马上用甜言蜜语安慰他，还答应明天带他去吃米线。几天后，红豆签了合同，正式成了新老板。
他和谢之遥又继续并肩站在一起，开开心心地建设新的生活。到了晚上，谢之遥实在等不及了，他很想向红豆表白，但他笑着拦住他，说：“我们明天再说吧。”可是他依然站在他房间的窗户下，真诚地说出了“我爱你”。他把心里的想法全都说了出来，还报出了自己有多少钱来证明自己的真心。红豆假装拒绝，他马上翻窗爬了进去，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，给了对方一个甜蜜的亲吻。他们正式成了一对儿。第二天早上，谢之遥开心地骑着摩托车来接她，两个人一起去吃米线，还在洱海边看风景。他温柔地向她许下了发自原心的承诺。知道他们在谈恋爱后，奶奶非常高兴。奶奶做了一桌子好吃的菜来欢迎未来的孙媳妇。红豆觉得心里特别幸福，也特别温暖。一大早，谢之遥就亲手给红豆做了包子。他开心地给她讲了客栈里朋友们的感情故事。他笑着逗她，说她简直就像村里那些爱八卦的大妈。红豆假装生气，两个人互相打闹，感觉特别甜蜜和幸福。这时，村里的一个旅游宣传视频在网上火了，买特产的订单增加了很多。红豆在仓库里忙着帮大家打包货物。到了深夜，谢之遥悄悄走过来，从背后抱住了她。正好这时，小春走近撞见了。红豆一点儿也没有躲闪，她笑着大大方方地承认：“我们在谈恋爱呢。”谢之遥站在旁边，心里觉得特别骄傲，也特别高兴。因为宣传视频，来余庙村的游客特别多，大家都非常忙碌。谢之遥说的太多，嗓子都哑了。红豆心疼地给他倒水，两个人聊得特别开心。突然，网上出现了关于琳娜过去的坏消息。她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，感到非常害怕。琳娜急忙收拾行李，想要逃走。红豆走进房间，温柔地关心她。她的温柔让琳娜明白，朋友们都已经知道了她的秘密。好朋友琳娜被网友误解和谩骂，红豆非常心痛。她陪在旁边，抱着朋友，温柔地安慰。第二天早上，谢之遥亲自送她去咖啡馆上班。她那些关心和照顾的举动特别甜蜜。因为琳娜请假了，她工作得非常辛苦。看到她累得站都站不稳，她很心疼地扶她去休息，并主动帮她干活。但是当谈到琳娜的事时，她劝她趁这个机会上网解释清楚并赚钱。红豆马上坚决反对，她保护自己的朋友，认为那样做会让琳娜受到更深的伤害。这是他们俩第一次意见不同，并且开始吵架。红豆看到了她亲手编织的草戒指，她幸福地笑了，把照片发到网上，还写着：“这是我收到的第2枚戒指。”谢之遥看后心里觉得很吃醋，他赶紧发信息问第1枚戒指是谁送的。第二天早上，他骑着一匹白马去找他。他着急地问为什么不回信息。红豆故意逗了他一会儿，然后他才温柔地解释那是去世的好朋友送的礼物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时他也意识到他说的面对公众是对的，两个人开开心心地和好了。几天后，谢之遥的父母来到了云庙村。第一次见男朋友的家人，红豆非常紧张和担心。她站在旁边，开心地逗他。
他的父母非常喜欢漂亮又聪明的红豆，他的妈妈还高兴地给了他一个大红包。一家人的晚餐充满了笑声，感觉特别温暖。早上，红豆刚醒就听到敲门声，谢之遥微笑着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一束番鲜。他温柔地给了他一个非常甜蜜的早安吻。这几天，红豆正忙着装修客栈。深夜，他去接他下班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分享了自己的经验，劝他要信任自己给他干活的工人。几天后，一个邻居的儿子出狱了，他非常善良，主动开车去接，还给那个人安排了工作。他叫上红豆一起参加欢迎聚会，为了鼓励那一家人。看着他那颗温暖又善良的心，红豆更爱他，也为他感到骄傲。村里的聚会结束后，他喝得很大醉，红豆陪在旁边，温柔地照顾他。这几天，他为了算客栈的装修费，忙得压力很大。他非常懂他的辛苦，他温柔地给他捏肩膀，体贴地帮他解决每一个困难。那天，染布坊的老板送给红豆一件非常珍贵的婚纱，他非常幸福，很珍惜这份礼物。看到这个，他笑着逗他：“你收下婚纱了，那就是答应做我的新娘喽。”这句甜蜜的玩笑话让他的心里充满了幸福。那天晚上，林娜勇敢地重新开始直播，红豆、谢之遥和大家高兴地聚在一起，共同支持好朋友的重新开始。谢之遥遇到了一些伤心事，压力很大。第二天早上，红豆客栈的大门被别人剥了白漆，村里有些人很嫉妒，以为他们俩在偷偷赚大钱，抢走了别人的机会。晚上，红豆温柔地对他说：“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，我们是一对，要一起面对所有困难。”可是有一天，一群生气的人拿着农具来破坏客栈，还把红豆围了起来。奶奶及时跑过来把他们赶走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她非常生气，她拿着一根棍子想去打架保护她，但被大家拦住了。同时，红豆知道了她瞒着有人来投资的事，她很难过，因为她没有遵守互相坦诚的空诺。她看着他说：“我们先暂时别见面了，让彼此冷静一下吧。”谢之遥写了一封非常真诚的道歉信，交给了红豆。读完信，他完全不生气了。为了给女朋友出气，他还偷偷用白漆拨在了那个捣乱的人家门口。在去机场的路上，他最亲近的老师突然被送进医院急救，他静静地陪在旁边，在他最脆弱、最伤心的时候，做他坚强的依靠。老师脱离危险后，他们俩一起飞回了北京。红豆收拾了所有的行李，正式搬到云庙村，和他一起生活。晚上，在酒店里，他故意穿上了以前的经理式服。看着他那漂亮又自信的样子，他一下子看呆了，深深地迷上了他。感情爆发，两个人热烈的拥吻，度过了一个非常浪漫的晚上。从北京回来后，红豆和谢之遥熬了一整夜，等待一匹小高马出生。在灿烂的日出下，两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。他一次次温柔地对他说出了“我爱你”，幸福地给了他一个非常甜蜜的吻作为回答。1年后，红豆的客栈正式开业了。他的父母从大远处来看他，他非常紧张，穿着西装去接他们。很幸运，他的父母非常喜欢他，两家人见了面，聊得非常开心，感觉特别温暖。晚上，他们俩办了一场大型聚会，和所有的老朋友再次聚集。到了深夜，他们俩坐在小溪边，一起看夜空。他指着星星问，哪一颗是他们亲人和朋友的星星？他微笑着没有回答。他们轻轻地把头靠在一起，
共同享受着这刻无比平静和幸福的时刻。许红豆是一个漂亮又努力的年轻女孩。她在北京的一家大酒店做经理，工作非常忙。她从早忙到晚，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。有一天，她最好的朋友陈南星病得很重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她非常难过。没过多久，南星就去世了。南星留下了几条语音留言，他希望红豆去看看这个世界，吃些好吃的，开开心心的生活。听完留言，红豆哭得很伤心，他决定辞职。他骗家人说自己只是去旅游，于是他拉着行李箱离开城市，来到了一个叫大理的乡下。红豆到了大理，在找客栈的路上，一个小男孩不小心撞到了他，他的手机掉在地上摔坏了。那个男孩是谢之遥的弟弟。红豆找到了谢之遥的家，他知道后马上骂了弟弟，向他道歉，并说要赔钱。红豆说他要先去修手机。后来他四处走走看看，却在马场附近不小心踩到了马粪，正好谢之遥看到了，他笑了笑，走过来帮他。他让他骑上一匹白马，牵着马送他回去。在路上，他带他去买了一双10块钱的拖鞋。到了晚上，他借给他一些现金，还请他留在家里一起吃饭。红豆搬进了有风客栈。第二天，他想找咖啡馆，谢之遥陪他一起去，给他带路。他故意绕了远路。他们停在洱海边看风景。他给他讲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。他静静地听着，心里觉得特别平静。到了咖啡馆，红豆被请吃了一块蘑菇饼。与此同时，在外面，小春正给谢之遥介绍另一个女孩相亲，但是他根本没心思聊天，他的眼睛时不时地看向正在吃饼的红豆。等他吃完离开时，心里觉得有点失落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红豆在大理过着很慢的生活。他的手机需要3天才能修好。他的妈妈给谢之遥打电话找他，妈妈想让他帮忙给打算去北京玩的大姨一家订个酒店。红豆没有说自己已经辞职了，所以他想了别的办法来帮忙。还手机给谢之遥后，两人在马爷，也就是客栈的一个老住客的茶室里坐着聊了一会儿。谢之遥正在想办法给不想上学的弟弟转学。之后两人道别回去了。晚上，红豆透过窗户偶然看到谢之遥在给奶奶洗头，这个画面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奶奶。他打电话让父母去给奶奶扫墓。第二天早上，阿贵婶叫上红豆和大马去宝平婶家做鲜花饼和乳饼。晚上，他拿了一些饼送给谢之遥一家。刚到那里，他就听到他和弟弟在屋里吵架。弟弟因为在学校丢了脸，不肯去上学。弟弟跑出来，正好撞见红豆，他摔到地上，紧紧抱住他的腿，不让他走，怕自己的秘密被发现。
他只好留在谢之遥家吃饭。他答应保守秘密，并劝他不要逼弟弟。没想到后来村里人都知道了这件事，谢之遥的弟弟觉得很丢人，就偷偷离家出走了。红豆说绝对不是他告诉别人的。男孩跑去一家饭馆当服务员，谢之遥知道后并没有找他，他以为等弟弟没钱了就会自己回来。有一天，咖啡馆客人很多，红豆主动帮忙端菜。他干活很利马，和客人交流也很好。谢之遥站在旁边看着他工作，他发现这个女孩非常能干。第二天早上，红豆去跑步，他遇见了急急匆匆去上班的谢之遥，两人微笑着互相打了个招呼。晚上，红豆坐着吃烧烤，老板告诉他，谢之遥曾经在城里上过大学，但决定回乡创业。这时，谢之遥也来到店里，坐在了他的旁边。他聊起了生意，红豆直接说他现在做的事在亏钱。他雇了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干活，他们经常做错，他又不忍心骂他们。他知道红豆是个棒的经理，所以想请他来帮自己做管理。但是红豆拒绝了，他说自己来这里只是为了休息。后来谢之遥想了个办法，他让奶奶讲讲自己创业的故事，想让红豆心动。第二天，奶奶给红豆讲了谢之遥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有多辛苦，大家都叫他傻子。红豆听完后确实有点被打动了。红豆在街上帮奶奶卖东西，他给谢之遥的弟弟打了个电话，一个同事接了电话，并告诉了他饭馆的阿址。红豆赶紧带着奶奶去找那个男孩。到了那里，弟弟张开手想抱抱奶奶，但是奶奶非常生气，走过去打了他。就在这时，谢之遥跑过来抱住奶奶，劝她停手。等大家都平静下来，坐在桌爬的时候，谢之遥才说出了真相。其实他早就知道弟弟在这里打工，他每天都拜托同事帮忙看着弟弟。红豆这才明白，谢之遥一直在默默地保护着弟弟。奶奶也不生气了，三个人开开心心地吃了火锅，还拍了一张合影。在回村的路上，红豆给家里打了个视频电话，他开心地把谢之遥介绍给父母。他的父母很喜欢他那灿烂的笑容。那天晚上，红豆想起了自己的好朋友，他哭着说：“我很难过，因为你没法看到这里的美景。”第二天，咖啡馆里的一位客人忘了付钱，红豆拿着账单飞快地跑出去把钱要了回来。谢之遥非常感谢他，对他也很照顾。他请他去吃烧烤。在聚会上，大家都在说他做过的好事。他很好奇，就问起他弟弟的秘密。他笑了笑，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。两个人的距离很近，感觉非常亲密。在咖啡馆里，那些干活的老人经常吵架。他看着红豆那么能干，心里暗暗想，我一定要说服他来帮我做事。谢之遥一大早就叫醒红豆，带他去买菜吃米线。看着他高兴的样子，他以为他想表白，赶紧咀嚼了。但他却说，我想请你帮我管理员工。他
他答应满足他的所有要求，于是红豆答应帮忙。第二天，他提出了3个规定，并且表示不想做他的员工。他开心地答应了。他把咖啡馆管理得很好。店里干活的一位老奶奶开玩笑说：“你和谢之遥在谈恋爱吧？”之后，他带她去看一匹刚出生的小马，他特别开心，用小机录下了这个美好的回忆。看着新生的小马，红豆非常感动，流下了眼泪。他给谢之遥讲了自己小时候的回忆，他想起了和奶奶、姐姐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他站在旁边，认真地听他说话。几天后，红豆写好了员工手册，他把工作规定和奖金制度写得清清楚楚。谢之遥对他的管理能力印象非常深刻，在激动之下，他看着他说：“我真的很喜欢你。”红豆知道他只是在开玩笑，但是他眼神里的感情却是真的。一个朋友劝谢之遥不要爱上红豆，因为2个月后他就要回城里去了。可是他的心已经真的动摇了。谢之遥想在村里开一家书店，他请红豆帮忙接待客人。村里人都以为他们在谈恋爱，大家看到他总是开开心心地带他去吃饭。可是红豆笑着说并不是。谢之遥给他解释了风的意义。他说风带来了幸福的力量和新的开始。他认真地听着，很明白他的意思。他给他提议了新的旅游宣传方法。谢之遥马上高兴地答应照做。下午，红豆坐着和奶奶交谈，他赶紧拿出一个玩具陪奶奶一起玩。谢之遥看到了，也马上坐下来加入。3个人笑得特别开心，赶走了心里的所有烦恼。红豆说：“每个人都有重要的东西，我们要学会和他们一起生活。”谢之遥听完，误以为她刚和男朋友分手。她很认真地分析这件事儿，惹得她笑了起来。她没有解释，就让她自己乱敲。晚上，她请她去家里吃鸡肉。她看到很多邻居来找谢之遥，村里的女人到处传说他们快结婚了。小春送给她一座观音像，纵来求子。红豆开心地收下了礼物，完全没有解释他们的关系。她笑着说，这份礼物能带来好运。他们2个都知道这只是谣言，他们没有多解释，只是相视一笑。晚上，红豆去酒吧听音乐，有一首歌让他想起了去世的好朋友，他非常伤心，喝得大醉。谢之遥来接大家，红豆大声哭着倒在他的怀里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温柔地递给他一个小熊玩具来安慰他。第2天早上，他酒醒了，觉得特别不好意思，但他非常贴心，他像往常的一样来陪他吃早饭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他请他帮忙去劝一个脾气暴躁的员工，他很高兴地答应了，并且非常巧妙地帮他解决了麻烦。谢之遥亲手给他泡的一杯咖啡表示感谢，他开心地和他开玩笑，故意叫他老板娘。红豆夸赞了他的厨艺，他笑着说，你做的菜总是能吃出新的味道，永远吃不腻。到了晚上，他看到他在准备东西，打算明天去扫墓。他难过地说，我很难过，没能让他过上好日子。
他很懂这种心痛的感觉。他温柔地安慰说，时间会让悲伤变淡的。你和奶奶的感情那么深，你是一个从来不缺爱的人。第二天，谢之遥坐在妈妈的墓前，默默地流眼泪。他总是把伤心事藏在心里，但是红豆已经慢慢地懂得了他那无比温暖的心。谢之遥路过，看着他在打扫卫生，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喜欢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到一个小男孩哭得很大声，因为他的父母要去城里打工了。他走过去，轻轻地把小男孩抱在怀里安慰。他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梦想，他知道他想在老家创造工作机会，这样一家人就不用分开了。谢之遥的爸爸请他劝他回大城市去，但是红豆微笑着拒绝了。他说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，他是真的热爱孩乡，他现在做的事情都非常棒。他正好站在附近，听到这些话，非常感动。他觉得红豆就是那个最懂自己心的人。他们两个坐在一起泡咖啡，聊得特别开心。晚上，红豆、谢之遥和奶奶开开心心地一起下棋，感觉特别温暖。突然下起了大雨，有一匹小马不见了，他们俩赶紧去找，最后决定在马厩里过夜。他们一边烤土豆，一边聊天。他说，生活总是在变的，我们要学会接受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他想起了去世的好朋友，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他误以为他是在想前男友，他心里有点吃醋，但还是坐在旁边，温柔地安慰他。雨后的清晨，红豆去看日出，他静静地走在他身边，他拿着手机拍他，开玩笑说，我给你找个女朋友吧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大家还在催他们结婚，他笑着解释说，我们只是朋友。拍宣传视频的时候，导演让他们假装情侣，牵着手在海滩上散步。红豆很自然地伸出了手，他却非常紧张，心跳得很快。最后，他轻轻挽住他的手，让他紧张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晚上，红豆吃到了毒蘑菇，被送进了医院。谢之遥非常着急，在医院陪了他一整夜，照顾他。第二天早上，他睁开眼睛，看到了他的疲惫的背影，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快，真的被他的体贴打动了。他送他回客栈，他不小心看到了一面照片墙，写着我们的约定。他很好奇，凑过去想看清楚。红豆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赶紧把他推到了门外。红豆亲手做的饭很难吃，但是奶奶还是一直夸他。他买的葡萄也特别酸。谢之遥想了个主意，请他去摘李子，其实是为了帮助一个困难的邻居。知道真相后，他更加被他的善良感动了。干活的时候，他说，等熬过最难的日子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辛苦了一天后，
他认真地拍了些照片，留作他们俩的美好回忆。谢之遥因为朋友的事心情不好，喝醉了。红豆亲手给他热了牛奶。他说心里话，很怕自己死了会给家里留下负担。这是第一次他带他进房间看那面照片墙。他一边哭一边讲起了去世的好朋友。他很想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，但还是害羞地停住了手。那天晚上，他非常自责。几天后，大家一起去露营，看着他们俩一起去捡柴火，大家都觉得他们就像一对情侣。红豆和谢之遥坐在小溪边一起看星星。他说：“我们遇到的人都是缘分。”他轻轻地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，感觉特别平静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故意躲着他。他难过地说：“我马上就要回北京了，如果我们走得太近，分开的时候会很伤心的。”谢之遥心里很着急，也开始躲着他。最后，他主动发信息请他吃早饭。看到信息，红豆笑得非常灿烂。红豆的姐姐和小外甥女从城里来玩了，谢之遥开开心心地带大家去地里摘薄荷。红豆说心里话，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任性爱玩的人。他深情地看着她，诚挚地说道：“在我眼里，你是一个完美的女孩。”听到这句甜言蜜语，他觉得特别不好意思。晚上走路回家的路上，他不小心绊到了一块石头，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它。这么近的距离，让气氛突然变得浪漫又让人心动。姐姐劝红豆回大城市去工作，她向谢之遥抱怨，他温柔地听着，并劝导他。姐姐提醒他说：“你别跟他走得太近，不然分开的时候会很痛心的。”红豆再过几天就要离开村子了。晚上，奶奶不小心看到了谢之遥电脑视频上的红豆照片，秘密被发现了。她觉得特别慌张又不好意思。她特意换上新衣服，认真地去接他吃米线。那个时刻，感觉特别平静又幸福。吃饭的时候，红豆偶然遇到了以前和谢之遥相过亲的人。他故意说他对找对象的要求特别高。他听了很生气，直接回去了，以为他想把自己推给别人。到了晚上，红豆发烧了，只好去了医院。他非常着急，急急忙忙跑去医院照顾他。红豆还是劝他去和那个女孩谈恋爱。看出他在吃醋，他忍不住笑着逗他，让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。过了几天，谢之遥的脖子受了伤，他把他叫进房间帮他擦药。看到他已经打包好的行李箱，他心里觉得特别难过。他擦药的时候，两个人靠得非常近，让他的心跳得很快。他有些慌张，赶紧找借口回家了。他躲在墙角，透过窗户看着他，偷偷地开心地笑了。在红豆留在村里的最后一天，谢之遥急忙跑去找他。他们俩一起在海边散步，
他鼓起勇气送给他一条自己亲手做的项链。他看着他，真诚地表白说：“我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你了，我很后悔没有早点在北京认识你。”他心里明白，爱情就是要让彼此幸福，而不是强求。他说：“我是真心希望你一直幸福，去过你想要的生活。”听到这些话，红豆觉得很意外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轻轻地抱住了他，对他说了一声谢谢。第二天早上，谢之遥亲自开车送他去机场。在他上飞机离开之前，他们俩最后拥抱了一次。回到城里后，因为没有收到他的信息，红豆觉得有点难过。在老家，谢之遥也非常想念他，他只能默默地看着电脑里他的照片。自从红豆离开后，谢之遥变得特别伤心，他就像丢了魂一样，心里总是在想他。回到家后，红豆也很想他，但他不好意思，不敢先发信息。他在网上发了照片，盼着他能留言，但因为他没有回复，他觉得很失望。几天后，他意外地收到了一盒他寄来的甜桃子。收到礼物，他非常高兴，马上拍了照片发给他。那天晚上，红豆主动给他打了电话，听到他熟悉的声音，他的心里觉得特别踏实。两个人开开心心地聊了很久。虽然他工作上遇到了很多心烦的事，但他的这个电话给了他无比温暖的安慰。朋友劝红豆把客栈买下来，自己当老板。晚上，他给谢之遥打了电话，听到外面的风声，他赶紧把手机放到窗户边。他想让他感受到大理那阵熟悉的风。虽然隔得很远，但他们俩依然觉得彼此非常亲近。有一天，谢之遥路过客栈，特别想念他。他往他房间的窗户上扔了一块小石头，但是开窗的人却是小春，这让他觉得特别丢脸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红豆远远地帮他介绍游客，还帮他处理工作。他们俩经常通电话，感情一天比一天深。连他的父母也看出女儿的眼里的开心。在北京，家里人出了意外，这让红豆非常害怕。在电话里，谢之遥感受到了他的不安，他马上说：“我飞到北京去看你吧。”还没等他惊讶地回答，他有些慌乱，故意开了的玩笑来掩饰自己的担心。几天后，他打电话告诉他，村里的项目成功了。他温柔地问：“你可以考虑一下回大理吗？”红豆没有拒绝，这给了他极大的希望。他特别高兴，心里觉得自己马上就能娶到老婆了。在家里，红豆正式跟家人说：“我要回云苗村买下客栈，自己当老板。”父母和姐姐都微笑着支持他的决定。红豆决定回到云苗村，他让一个小男孩跑去告诉谢之遥，说有人想买客栈。他赶紧跑过去，看到红豆的那一刻，他感到惊喜和很高兴。当他知道他真的要买下客栈，永远留下来的时候，他激动地掩饰不住自己的情绪。他伸出手，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。晚上，他还亲手做了一顿大餐来欢迎他。大家都开心地逗他们，催他们快点准备婚礼。这一次，红豆没有否认，他只是看着他，幸福地笑了。到了晚上，
他发现父母偷偷在包里放了一大笔钱，支持他创业，他非常感动。谢之遥发现他在哭，马上用甜言蜜语安慰他，还答应明天带他去吃米线。几天后，红豆签了合同，正式成了新老板。他和谢之遥又继续并肩站在一起，开开心心地建设新的生活。到了晚上，谢之遥实在等不及了，他很想向红豆表白，但他笑着拦住他，说：“我们明天再说吧。”可是他依然站在他房间的窗户下，真诚地说出了“我爱你”。他把心里的想法全都说了出来，还报出了自己有多少钱来证明自己的真心。红豆假装拒绝，他马上翻窗爬了进去，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，给了对方一个甜蜜的亲吻。他们正式成了一对儿。第二天早上，谢之遥开心地骑着摩托车来接他，两个人一起去吃米线，还在洱海边看风景。他温柔地向他许下了发自原心的承诺。知道他们在谈恋爱后，奶奶非常高兴。奶奶做了一桌子好吃的菜来欢迎未来的孙媳妇。红豆觉得心里特别幸福，也特别温暖。一大早，谢之遥就亲手给红豆做了包子。他开心地给他讲了客栈里朋友们的感情故事。他笑着逗他，说他简直就像村里那些爱八卦的大妈。红豆假装生气，两个人互相打闹，感觉特别甜蜜和幸福。这时，村里的一个旅游宣传视频在网上火了，买特产的订单增加了很多。红豆在仓库里忙着帮大家打包货物。到了深夜，谢之遥悄悄走过来，从背后抱住了他。正好这时，小春走近撞见了。红豆一点儿也没有躲闪，他笑着大大方方地承认：“我们在谈恋爱呢。”谢之遥站在旁边，心里觉得特别骄傲，也特别高兴。因为宣传视频，来鱼庙村的游客特别多，大家都非常忙碌。谢之遥说的太多，嗓子都哑了。红豆心疼地给他倒水，两个人聊得特别开心。突然，网上出现了关于琳娜过去的坏消息。她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，感到非常害怕。琳娜急忙收拾行李，想要逃走。红豆走进房间，温柔地关心她。她的温柔让琳娜明白，朋友们都已经知道了她的秘密。好朋友琳娜被网友误解和谩骂，红豆非常心痛。她陪在旁边，抱着朋友，温柔地安慰。第二天早上，谢之遥亲自送她去咖啡馆上班。她那些关心和照顾的举动特别甜蜜。因为琳娜请假了，她工作得非常辛苦。看到她累得站都站不稳，她很心疼地扶她去休息，并主动帮她干活。但是当谈到琳娜的事时，她劝她趁这个机会上网解释清楚并赚钱。红豆马上坚决反对，她保护自己的朋友，认为那样做会让琳娜受到更深的伤害。这是他们俩第一次意见不同，并且开始吵架。红豆看到了她亲手编织的草戒指，她幸福地笑了，把照片发到网上，还写着：“这是我收到的第2枚戒指。”谢之遥看后心里觉得很吃醋，他赶紧发信息问第1枚戒指是谁送的。第2天早上，他骑着一匹白马去找他。他着急地问为什么不回信息。红豆故意逗了他一会儿，然后他才温柔地解释那是去世的好朋友送的礼物。
他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时，他也意识到，他说的面对公众是对的，两个人开开心心地和好了。几天后，谢之遥的父母来到了云庙村。第一次见男朋友的家人，红豆非常紧张和担心。她站在旁边，开心地逗他。她的父母非常喜欢漂亮又聪明的红豆，她的妈妈还高兴地给了她一个大红包。一家人的晚餐充满了笑声，感觉特别温暖。早上，红豆刚醒就听到敲门声，谢之遥微笑着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一束番鲜。他温柔地给了她一个非常甜蜜的早安吻。这几天，红豆正忙着装修客栈。深夜，他去接她下班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分享了自己的经验，劝她要信任自己给他干活的工人。几天后，一个邻居的儿子出狱了，他非常善良，主动开车去接，还给那个人安排了工作。他叫上红豆一起参加欢迎聚会，为了鼓励那一家人。看着他那颗温暖又善良的心，红豆更爱他，也为他感到骄傲。村里的聚会结束后，他喝得很大醉，红豆陪在旁边，温柔地照顾他。这几天，他为了算客栈的装修费，忙得压力很大。他非常懂他的辛苦，他温柔地给他捏肩膀，体贴地帮他解决每一个困难。那天，染布坊的老板送给红豆一件非常珍贵的婚纱，她非常幸福，很珍惜这份礼物。看到这个，他笑着逗她：“你收下婚纱了，那就是答应做我的新娘喽。”这句甜蜜的玩笑话让他的心里充满了幸福。那天晚上，林娜勇敢地重新开始直播，红豆、谢之遥和大家高兴地聚在一起，共同支持好朋友的重新开始。谢之遥遇到了一些伤心事，压力很大。第二天早上，红豆客栈的大门被别人剥了白漆。村里有些人很嫉妒，以为他们俩在偷偷赚大钱，抢走了别人的机会。晚上，红豆温柔地对他说：“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，我们是一对，要一起面对所有困难。”可是有一天，一群生气的人拿着农具来破坏客栈，还把红豆围了起来。奶奶及时跑过来把他们赶走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她非常生气。他拿着一根棍子想去打架保护他，但被大家拦住了。同时，红豆知道了他瞒着有人来投资的事，他很难过，因为他没有遵守互相坦诚的空诺。他看着他说：“我们先暂时别见面了，让彼此冷静一下吧。”谢之遥写了一封非常真诚的道歉信交给了红豆。读完信，他完全不生气了。为了给女朋友出气，他还偷偷用白漆拨在了那个捣乱的人家门口。在去机场的路上，他最亲近的老师突然被送进医院急救，他静静地陪在旁边，在他最脆弱、最伤心的时候，做他坚强的依靠。老师脱离危险后，他们俩一起飞回了北京。红豆收拾了所有的行李，正式搬到云庙村和他一起生活。晚上在酒店里，他故意穿上了以前的经理式服。看着他那漂亮又自信的样子，他一下子看呆了，深深地迷上了他。感情爆发，两个人热烈的拥吻，度过了一个非常浪漫的晚上。从北京回来后，红豆和谢之遥熬了一整夜，等待一匹小高马出生。在灿烂的日出下，两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。他一次次温柔地对他说出了“我爱你”，幸福地给了他一个非常甜蜜的吻作为回答。1年后，红豆的客栈正式开业了。他的父母从大远处来看他，他非常紧张，穿着西装去接他们。很幸运，他的父母非常喜欢他，两家人见了面，聊得非常开心，感觉特别温暖。晚上，他们俩办了一场大型聚会，
和所有的老朋友再次聚集。到了深夜，他们俩坐在小溪边，一起看夜空。他指着星星问，哪一颗是他们亲人和朋友的星星？他微笑着没有回答。他们轻轻地把头靠在一起，共同享受着这刻无比平静和幸福的时刻。